大家好，我是文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丽蓉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？今天我们要聊你羡慕什么样的人？羡慕呀，以前老的 HSK 是4级的单词，但是呢，现在新的 HSK 他们把羡慕放到了7到9级。很奇怪，我觉得羡慕很常用啊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很常用。你羡慕什么样的人？我羡慕可以去环游世界的人，你不是已经去了很多地方吗？但是我去的地方不能算是环游世界吧？我觉得你不用羡慕，你会的，你会是这样的人。对，希望呢有一天我们可以去环游世界。你还羡慕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有点儿俗啊，我羡慕有钱的人，特别特别有钱，有很多钱，他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。比如说环游世界。那如果你有钱了以后，除了环游世界，你还会做什么呢？我还会用一些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嗯，还有吗？还有买我喜欢的各种的衣服，各种漂亮的衣服。我就在等这个回答呢。我说，哎，不买衣服吗？但是又有闲置了。那你呢？你还羡慕什么人？我羡慕很自信的人，比如说你，我自信吗？你很自信啊，大家觉得丽蓉自信吗？但是我觉得你也很自信啊，你也没有不自信呢，我觉得我的自信是装出来的，你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我自己没有觉得。不管是说话呀，还是做事情呀，你都非常的自信。你们看，又在夸我呢。其实，在下边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说我好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下去了，就是在不拍视频的时候，他从来也不说我好，在拍视频一上视频，哎，我就好了，我很开心。我希望每天天天拍视频，每时每刻拍视频。那丽蓉，那除了有钱的人，你嗯，还羡慕什么样的人？当然了，女人嘛，喜欢漂亮，我当然羡慕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，就是你吃很多喜欢吃的，随便吃都不胖的人。我也很羡慕怎么吃都不胖的人。我就很奇怪，他们怎么能这样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天生的体质吧，然后还有遗传，可能他们的父母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人，身材很好的人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要时时控制，才能不胖。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他们那些人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我越来越发现基因真的很强大。对对对，就是如果他们父母是很瘦的，那他们一定也是不太胖的人，就是不容易胖的人。对，是的，那你呢？你羡慕什么样的人？我羡慕可以一直生活在清迈的人。哇，你得有多么喜欢清迈呀！天呐，对，我真的很喜欢清迈，喜欢清迈的气候，然后喜欢清迈的松弛感。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可以一直住在清迈，你是想这样吗？对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一直住在清迈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惬意的地方，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嘛。嗯。所以可能下次我去到了一个比清迈还惬意、还舒服的地方，可能呢，我又会想住在那儿。对，所以你就是羡慕那些住在非常惬意的地方的人，对，然后气候也要好。空气呀，然后气候啊，什么都很舒适的地方。是的，那丽蓉，你还有吗？还有羡慕什么样的人呢？嗯，我还羡慕那种就是做事情的态度都很积极的人，比如你，说出你内心的想法，你真的是那么想的吗？我是这么想的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你看，我们不管是做什么，你都是那个拉着我们做的人。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犯懒了，或者我们不想做了，然后你都说做啊做啊，快去啊。比如说做视频吧，早上你会起的比我们都早，然后去洗漱啊、化妆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你是推着我们那种做事情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你做事情的态度呢，真的是很积极的。所以你是说我是一个比较卷的人吗？那这样说也是对的，是比较卷。所以如果要是跟你一起卷，我觉得我卷不过你。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做事情拖延症的人，所以有可能，比如说我打算做什么事啊，我做，然后可能就放在那儿了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你这样的人一直推着我，我可能会做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能就放下来了。哦，这样。
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确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人。对呀，我觉得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好，我特别羡慕这样的人。希望你能带动我以后变成这种做每件事情都有积极态度的人，不是那种叫做事拖延症。那我以后多推推你。对，使劲推我，推瘦点儿。那你呢？你还有吗？我特别羡慕那种，就是会说很多很多外语的人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去周游世界，很多语言你都会，那你肯定是很开心的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随时都可以跟当地的人交流，如果他们去说那个语言的国家。然后你觉得这样有意思，是，虽然现在我觉得 AI 呀，然后翻译软件呀，做得越来越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你自己会他们的语言，然后去跟他们交流那么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翻译的也不一定真的很准确。嗯，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语言里，它也隐藏着这个国家的文化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那种随时都可以说出不同的语言的人特别特别的酷。很厉害，对。确实是。但是这是一种能力，我觉得。是，所以我很羡慕那些会说很多种语言的人。加油，你会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懒了，我经常懒得学习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你不会，我觉得你们不要听他说啊，他其实很积极，他是很积极的人。以后突然给你们说出10种语言。我觉得到不了，太难了。那丽蓉你呢？你还羡慕什么样的人？我还羡慕那些就是做各种的那种运动都特别好的人。比如说我很喜欢滑板、滑雪，但是我也只是就是喜欢会做，只是会做，但是不会做得很好。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这种各项运动都做得特别好，比如滑板滑得特别漂亮的，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人。可是我觉得你就很有运动天赋，因为你会嗯。滑雪，你滑雪滑得很好。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不如人家那么好，我就很羡慕他们玩的那么好，就是很漂亮，做出那些动作呀都很漂亮，我真的很羡慕。其实我也很羡慕那些非常有运动天赋的人，那嗯，些打球打得很好的人，因为其实运动呀，它不但可以健身，还可以练你的身体的协调能力。让你的身体很好，而且其实就是在锻炼的时候，也在锻炼自己的大脑，然后我觉得都在锻炼，真的很好。对，是的，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喜欢运动的人，他们呢经常去打羽毛球，然嗯后打网球，嗯。去健身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开始学滑板嘛，然后我的那个教练，我的就是教我学滑板的那个教练，我觉得他特别厉害，然后滑得特别好。他说其实滑板是那种平衡性很好的人做得很好。他个子很高，他说我个子很高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他滑得特别好。所以就是他就说：“你一定会滑得很好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是说我个子矮吗？”他说：“其实不是说你个子矮，就是个子不是很高的人做滑板呀，或者做滑雪，其实更方便，就是那个更容易学习。”平衡感更好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看我们在学滑雪啊，或者是滑板的时候，小孩儿更容易上手。是的。因为首先他们不是那么害怕，然后就是他们的个子不太高，然后做什么动作都很方便。所以他这样说呢，我就觉得他那么高的个子都做得那么好，可能我也以后也会滑得很好吧。一定会的。我就想我滑板，然后穿着那种中国的那种汉服，然后在一个路上滑板，我觉得酷酷的，特别帅。那你到时候可以拍视频跟我们分享。对对对，我希望我能有那一天，然后能拍出来那种漂亮的视频。我也很期待那一天。就是两种感觉，汉服是那种柔柔的、温柔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呢，滑板又是很酷的，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事儿。是的，我觉得也是。那你呢？你还羡慕什么人？我羡慕记忆力很好的人。其实我也羡慕。你还记得我们看一个动画片儿，那个猫它有几个记忆面包，然后拿个面包放上面，然后吃进去就能都记住了。是机器猫吗？机器猫，对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是。
因为我很羡慕那种不管看什么都可以过目不忘的人。真的有这样的人，真的很厉害。这样的人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，然后呢，不管看什么东西他都记得很快。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，真的很好，学习什么都很方便。其实我们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，是吗？是谁呀？大碗。哇，那么厉害。是，我觉得以前我们一起学泰语的时候，他对泰语的单词他就可以听一遍或者看一遍他就记住了，哇，真厉害。我就很羡慕。嗯。然后呢，他经常在网上看一些新闻，然后学一些新的东西，我觉得他都学得非常快，我很羡慕他。那现在我也羡慕他了。好，丽蓉，那你还有吗？你还羡慕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还羡慕就是跳舞跳得很好的人。当然，对，我觉得跳舞我以前也去学过跳民族舞，但是没有坚持下来。我觉得那些跳舞的人的身体的柔韧性都特别好，然后跳出来很美、很漂亮。我很羡慕。我也很羡慕，特别是他们的气质，跳舞的人气质都非常好。对对，就是如果你的气质觉得不是很好，然后你就去学跳舞吧。然后如果是跳得很好的话，你的气质也会变得很好。是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学跳舞呢？我随时都打算学跳舞，但是希望你能推我一把。那我要监督你，好好好，你说今天学跳舞了吗？每天我们大家一起监督丽蓉，然后每次我们发视频的时候，大家就给我们留言，然后问丽蓉你去学跳舞了吗？丽蓉你去学滑板了吗？我们一起帮助她一下。对，希望大家能监督我一下。那你还有什么羡慕的人？我羡慕那些精力很好的人。就是时时就像打了鸡血的人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是，也没有那么，因为打鸡血，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什打鸡么意思？血就是好像打了鸡血，然后身体就变得很精神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精气神儿，然后就很激动的样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那种。你觉得这样有点儿过是吧？对，太亢奋了。对，你羡慕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有精力的人。对，每天就是非常有精力，然后呢，不管做多少事情都不会累的人。哦。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对，我大部分是这样的，我就突然为什么我迟疑了一下，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倒时差倒的我有点儿没有力气，所以我发现一件事，有精力真的是很好，就是你如果没有精力，白天的时候就是没有精神，然后想睡觉的感觉，真的特别不好。是，你的精力就是刚刚好，你不是那种打鸡血的人，就是你是刚刚好的。然嗯。后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管你做多长时间，你都不会表现出来很累。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累，就是可能我不做的时候，我觉得累，然后我觉得我就不想做，但是如果我做起来了，我就没有觉得累了，是这样的人。我也觉得你的身体的底子特别好，那这个是基因吧？是，我觉得对是。对对。那是不是叔叔阿姨也是这样？对，反正我爸爸的身体很健康，很好，就是现在了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然后每天还微信走步，然后每天他还走2万多步。哇，对，是真的。然后你会看到他在我的那个排行榜都是前5名的，都每天都是。就算哇，今天我们现在下雪了，然后有可能他也抽空，不能在外边走，他去那个地下车库，他也走到2万多步。那叔叔的身体一定非常好。反正是挺好，他有一些基础的老年病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为什么我羡慕那些精力很好的人呢？是因为其实我也想做很多事情，每天我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我想做很多事情。然后呢，我想学很多东西。可能差不多疫情以前吧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学很多东西。我也很早的起床，然后学英语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难了，现在可能每天做2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以前我每天可以上比如说10节课，现在呢，可能上6节课我就觉得已经很累了。那这个疫情背了锅。哦，跟疫情没有关系，其实我觉得借口可能是年龄大了。可能就是最近的身体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是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我需要去做更多的运动。对，运动能让我们有很多的精力。对，是的。以前，我办过健身房的卡，在北嗯京的时候，我累的时候，我的脑子很累。嗯。我没有精神的时候，我就去运动，
然后运动完以后，虽然身体很累，但是呢，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。所以其实现在马上春天了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运动，然后骑骑自行车呀，出去郊外，然后玩一玩啊，爬爬山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对我们的精力都有好处。嗯是去爬爬山，然后徒步，然后嗯跑步。嗯，对对，好，丽蓉，那你还羡慕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还羡慕那种说走就走的人，就是可以说走就说去哪儿，然后就去哪儿的人，不用考虑很多。比如今天讨论一个地方，然后他说很美，很想去，第二天他就去了。但是你发现这个人是谁吗？啊，是我吗？好的，是你。前两天还讨论一个地方，然后过两天，哎，你去了。是，但是我觉得最近你也是说走就走啊。可能你带动的吧。哦，那说到说走就走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要去西藏，然后一直没有去？对呀，不是说4、5月份，咱们可以4、5月份去，我觉得，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冷不热，然后有好多花儿，应该很漂亮吧？哎，我们的视频下面我忘了是哪一个视频，但是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嗯，他也会去西藏，他说他想去林芝。哦，是吗？是，哇哦，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跟我们观众的互动。我们说嗯嗯嗯了什么内容，然后呢，我们说了一个地方，正好他也去过，或者是他也想去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到一个什么样的吃的，然后他也吃过，或者是他也想吃，我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好，这种互动非常好。对对对，这种互动很有意思，很是的，开心。你呢？还有吗？我还羡慕特别会化妆的人。这个能力确实是很厉害的。对，因为最近我在学化妆，嗯然后我们看那个教化妆的视频，嗯然后觉得，哎，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但嗯是等我自己上手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一学就会，一做就废。是的，所以我很羡慕很会化妆的人。我其实也很羡慕，我也不太会画，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多跟他们学学。好，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跟我们互动一下，告诉我你很羡慕什么样的人。给我们留言，我们想知道你们羡慕什么样的人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下期视频见，拜再拜。见。